医生说他没病，但他的身体呢，早就不属于他自己了。今天的故事来自网友倾城的分享。2023年呢，倾城遭遇了彻头彻尾的人生低谷，感情全线崩盘，生意接连亏损，所有的糟心事儿挤在一起，整个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在这个时候，一位朋友突然找到他，说能帮他找师傅修心，安稳气场。那倾城呢，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，立刻就答应了。朋友当时引荐了一位所谓的密宗师傅，说每个月供养500元，按照师傅的安排去他师兄家里完成了仪式。那师傅呢，就给了他一段口诀，叮嘱他每天对着法相打坐、念咒、冥想、叩拜，美其名曰灵修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一切都从这里开始了。打坐的第2天、第3天呢，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，闭着眼念咒原本佝偻着背，浑身发软，念着念着，突然发不出声音了，嘴巴不受自己的控制，耷拉的后背呢，一点一点不受控制的坐得笔直端正。当时也吓了一跳就立刻停下功课问师傅。师傅呢，轻描淡写的说是小精灵在旁边听修，不用在意。但这个事儿呢是越来越失控，再往后打坐呢，他的身体就彻底不受自己的控制了，盘着发酸的腿会自己慢慢的伸直，有人隔着衣服呢帮他按揉放松，他心里刚想着腿分开不好看，应该并拢，双腿就自己乖乖的并拢。那倾城呢，在脑子里轻声问你是谁，没有声音回应，只有他自己的身体会泛起温和的笑容那当时呢，鬼迷心窍，还以为是佛菩萨加持，仙骨加身，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很牛逼。可是慢慢的他发现这种控制早就跳出了打坐的范围，蔓延到生活里的每一处了这个倾城呢是常年不运动的，但他的身体呢却可以做出超高难度的动作他的力气也变得异常强大。那拖地时这个拖把呢会顺着他的意念移动，盛饭的时候绝对不会洒出一粒，叠衣服整齐的不像自己能做出来的。那他呢是做纹绣的，每天要画眉毛、眼线，以前呢总是手抖，那段时间手完全不受控制，却画得无比流畅整齐，野生眉根根分明，眼线一笔成型，精准的像有机器人握着他的手在画。甚至下楼跟着老人学太极，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招式他只需看一眼就能打得既标准且舒展。70多岁的老师傅呢都过来问他说，姑娘你以前是不是专门练过？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那一刻控制他身体的人根本不是他自己。起初呢就觉得挺神奇的，很庆幸，但是慢慢的他发现呢自己开始神志不清，脑子里开始源源不断的出现幻听。那只要他想到哪个朋友、哪个家人，下一秒那个人的声音就会清晰的在他脑子里说话，和真人一模一样，这让他彻底分不清现实和幻觉了。每天极度亢奋整夜都睡不着觉，就活在一种不真实的漂浮感里。家人朋友也看出来不对了，反复的提醒他千万不要走火入魔，但他根本听不进去，直到最恐怖的那天到来。那段时间呢，他的脑子里声音越来越多，七嘴八舌的，有让他开车出门的，那开了车又有声音说你现在在虚拟游戏世界，跳车就能回到现实。还有一个强硬的声音在高速上逼着他原地掉头，当时的车速70-80码，在市内的内环高速上，他明知道原地掉头绝对会出事儿，但还是往左猛打方向盘，这个车子呢就狠狠地撞在了左侧护栏上，撞得面目全非。凭着最后一点模糊的意识，她打给了自己的闺蜜。那等她在医院里醒过来，闺蜜发现她眼神呆滞，神情恍惚，谁都不认，还满嘴胡话，甚至觉得所有人都要害她，立刻打电话通知了她的家人。而父母赶来接她回县城老家的路上，她的脑子像要炸开了一样，神仙、佛祖、外星人、地狱、幻境，所有天马行空的恐怖念头疯狂地涌进来。从那天开始，她不吃不喝，痴痴傻傻开始打人、骂人、胡说八道，彻底失去了正常人的意识。最后没有办法，家人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。那医生呢诊断她是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，伴随严重的幻听、幻视、被迫害妄想症。那倾城呢在医院里浑浑噩噩的活在无尽的幻觉游戏里，觉得自己呢一定要逃出去，觉得所有人都在害他。那直到有一天，他误会妈妈去医生那里说他的坏话，脑子里的声音呢不停地蛊惑他，他情绪失控，动手打了他的妈妈。妈妈呢也回手打了他一巴掌，就是那一巴掌清晰的痛感传来，倾城呢彻底的清醒了，1秒钟从幻觉里抽离，看着哭到发抖的妈妈，瞬间呢他明白之前自己活在一场多么可怕的梦里。从那以后呢，他开始配合治疗，15天之后顺利出院了。那医生说他呢并没有家族遗传，只是应激引发的短暂问题，只要1年不复发就不会有大碍。
出院之后幻听消失了，身体也不再失控，原本以为这件事儿到此彻底结束了，但是命运的伏笔早就埋好了。出院之后，倾城呢开始面对现实，生意亏损，留下的大额债务，感情的残局，生活的压力扑面而来。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慢慢的陷入了严重的抑郁症。那熬过了暗无天日的半年，辗转多家医院治疗，才终于慢慢走了出来。那时间呢来到了2025年，本来以为这一切呢都将归于平静，直到那个晚上，他梦到了自己曾经最好的朋友。这位朋友呢在2024年因为抑郁症发作跳楼自杀了。他生前对倾城极好，倾城呢还欠着他近10万块钱。那朋友在世的时候呢一直不让他还，说等他需要再说。但那天在梦里，朋友很清晰地跟他讲，你该还我钱了。倾城呢从梦里惊醒心脏狂跳，下一秒消失了整整2年的那个声音再次在脑子里出现了，就是那个曾经控制他身体带他进入幻觉的声音。他和倾城说，他就是他那位去世的朋友，欠钱必须还，不然会以命相抵。那倾城呢当时吓得浑身发抖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，立刻就找闺蜜朋友借钱，把钱全数还给了那位朋友的妈妈。可钱还完之后，声音并没有走，反而留在了他的脑子里。他开始不停地变换自己的身份，他先是说自己是那位去世的朋友，又说自己呢是倾城另一位离世的熟人，再后来又说自己是神仙，是精灵，前前后后编了无数个身份。而倾城每一次都相信了，因为他能控制他的身体，能在他脑子里说话，是倾城认知之外且完全无法抗衡的存在。那跑去医院反复检查，医生明确说了，不是精神分裂，也不是人格分裂。人格分裂是无意识状态下切换人格，而倾城全程清醒，可以清晰地感知到这个意识的存在。从那之后呢，倾城呢开始和他漫长的对峙拉扯。他有时温柔懂事儿，在倾城难过崩溃的时候呢，会安慰他开导他；有的时候呢像个调皮的小孩子，有的时候呢又很沉默。那倾城知道的所有事儿，他全都知道，可是他在想什么，倾城呢却一无所知。他们的想法呢常常完全相悖，直到半年前，他们终于彻底的和解，和平共处。他不再折磨倾城，不再逼他做任何的事儿。那倾城呢不开心的时候他会哄他，遇到难事的时候呢会开导他，甚至倾城在画眉毛眼线觉得手抖难画的时候，他会再次轻轻控制他的手，帮他画的流畅且完美，就跟当年一样。那倾城呢也不再怕他，只是一直想弄明白他到底是谁。那2个月之前，倾城呢终于明白了，他就是那个声音，也不知道自己是谁。他说从他在倾城打坐醒来的那一刻起，他就接受了倾城脑子里所有的记忆，所有的恐惧，所有的经历。他也和倾城一样迷茫困惑，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，为什么会出现在倾城的脑子里意识里。那医生说呢，倾城并没有精神类疾病那他就不是病症带来的幻觉，他是一个独立于倾城之外的清醒存在，有自己情绪，有自己想法，能和倾城对话，能控制倾城身体的意识体。他们现在已经和平共处了很久了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看倾城的原话把这段完整到近乎离奇的经历投稿出来，没有添油加醋，全部都是我亲身走过的路。我只想问一句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和我有一模一样的经历吗？你们的脑子里也有一个独立存在和平共处的意识吗？它到底是什么？从何而来？那对于精神科呢，其实我本人呢并不是很了解，有专业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之所以采用这个投稿呢，我觉得他的精神没有问题这是第一点，因为在无数的投稿当中呢，他的文笔和逻辑真的可以进入前3。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经常看我直播的朋友呢，应该听我讲过我朋友的故事同样是因为所谓的灵修打坐冥想，我有位从北京招商到西阳过来的，给世界知名汽车品牌做减震器的青年才俊朋友，在2024年因为这个所谓的那么一系列事情差点死掉，真的差点死掉。虽然呢他现在已经走出了那段不好的回忆但毫不夸张的说，朋友整个人老了至少20岁。我是没有接触过灵修打坐冥想这些的我也不敢妄下结论，但今天这个故事我还有我朋友的这个经历，我觉得可以大家做个参考引以为鉴。好了，那我是老朴，我们下个故事见。